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飞行员队伍的实力扩充引发关注，新招的大批优秀飞行员可快速提升我海军舰载机部队战力。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根据解放军海军官宣发布的新视频可知，解放军海军已经结束了年度舰载机飞行员的招募计划。而新招募的飞行员学员中有超过40%的人员具备驾驶舰载战斗机的能力，已经达到了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要求。有专家表示，其他的飞行员将学习驾驶其他类型的舰载机，并且进行训练，包括舰载直升机、预警机和舰载运输机。随着福建号下水和中国航母计划的稳步进行，解放军海军对于飞行员的需求是稳步上升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大扩军已成定局，海军舰载机部队正在为上舰福建号全力以赴做准备训练。早在福建号航母下水之前，解放军就已经进行相应的舰载机试飞工作和飞行员训练工作了。虎哥认为，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关于海军航母和舰载机的动向非常的频繁。现在福建号正进行相应的西装作业，舰岛正在安装探测设备和有源相控阵雷达，舰艇甲板的电磁弹射系统正在加快建设中。海军对于福建号的西装工作是非常上心的，毕竟福建号越快完成西装测试工作，那么航母可以尽快的服役海军舰队。而且现在福建舰的新舰载机也在这段时间进行密集的试飞测试，所以被网友频繁的爆出试飞的照片。前2天就有网友放出了歼35原型机3号机的高清照片，细节显示歼35舰载机的完成度非常高，像国产航发 EOTS 系统都已经安装完毕，隐身涂料也已上机，可以说歼35项目进展得很快。没多久之前还是绿皮机状态呢，现在转眼已经到第3架原型机了。歼35频繁就在网上被爆出新动向的照片，表明其正在进行密集的试飞测试，测试完毕后，战机会定型批量生产。量产型的歼35最终将由舰载机飞行员驾驶飞行测试，并且模拟上舰。虎哥认为，歼35后续可能在山东号上先进行一部分的上舰测试，后期等福建号真正交付入役时，正好可以直接上舰，以减少作训时间，以期更快地形成完善战力。毕竟福建号都进入西装阶段了，后续距离最后的试航阶段不会太远。歼35作为福建号的专属舰载机，自然要在时间上赶上福建号的服役进度，总不能是福建号的服役日期比歼35早，然后就干等着歼35服役上舰，无机可用，这不符合我军装备发展的一贯规律。当然，除了歼35外，海航的舰载预警机和运输机正在进行密集的试飞测试。歼35高清大图曝光没几天，网络上又流传出了空警600预警机的高清试飞照片。虽然雷达和机身部位被打了码，但是通过飞机的总体轮廓，也能够看出机背上硕大的相控阵雷达。据称，这是空警600的第3架预警机原型机。此外，最近还有运七运输机进行地面模拟着舰测试的报道，种种迹象说明了福建号的配套舰载机已经全部开始进行紧张的飞行和地面测试了。虎哥认为，海军这么做的打算就是希望福建号服役时，与之配套的全部舰载机能和航母同时形成战力。当然，将来福建号航母配套的舰载机多达60至70架，这些舰载机同时需要大量的舰载机飞行员，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军需要扩大舰载机部队规模的原因。现在的舰载机飞行员数量已经有了缺口，所以当前解放军海航部队需要增加舰载机飞行员，以满足未来上舰福建号航母的需求。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解放军舰载机产能的提升，也确保了飞行员可以驾驶新舰载机进行训练和测试的任务。现在海军的新舰载机生产主要是由112厂负责全程操刀。不得不说，112厂承接了海军舰载战斗机的全部订单，订单接到手软，主要负责歼 15T 和歼35的生产。毕竟112是最先负责研制歼15舰载机和量产的，
后续发展的歼35又是该厂自行研制的 FC31基础上得来的威力加强版，所以112厂为了增加产能，特地建设了一个新的超大生产厂房，就是作为歼35战机的新生产线。而在新飞行员到位、战机数量充足的情况下，海航的总体实力又将迎来一次飞跃般的提升。